现在来到了法国巴黎了，现在在它附近的一个凡赛尔镇。最主要呢就是要来参观这一个我身后方的凡赛尔宫。这是当初路易斯是把自己的皇宫建立在这边，这就是他的住所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导览整个凡赛尔皇宫，看起来是非常的霸气的一个皇宫。那我们一起进去导览看看咯。有了在马德里皇宫的教训之后，现在知道先网络上预约了。看一下这个排队那么长，我们是4点的，已经排那么远了，现在才3点45分而已。不过进场的速度还蛮快的，不像在马德里那边要安检非常的久。这边是白石长廊。这是路易十四首先修建的一条长廊，这也是通往了整个皇宫的最主要的廊道。从2楼这边呢，就可以直直的望着整个凡赛尔花园，全部都是这种巴洛克式的花园，工整的、对称的。在2楼这边呢，有许多路易十四收藏的一些画作。在凡赛宫，其实它的皇宫规模算是蛮大的。我们整个绕完一圈，还是觉得在德国看过的皇宫比较华丽一点。走出来皇宫之后，这里就是凡赛尔宫的花园了。由于我们的票是没有包含在里面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凡赛尔镇外面去走走了。那我们绕了一圈，它的这个出口跟入口完全就是只有一个而已，
你走一圈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，绕了一圈就直接从出口出来。那如果你是还有包含花园的套票呢，就可以再直接参观花园。听说在巴黎呢是这些黑人的大本营，他们好像会强迫推销。不过我一路从意大利呢到西班牙，现在来到巴黎的时候，我觉得现在他们这些黑人呢，他们其实都已经没有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种强迫推销，现在其实都是算蛮平静的。看他们那么辛苦，就跟他们高观一个巴黎铁塔了。我们再来逛一下凡尔赛镇吧。这个呢，就是路易14的雕像了。整座皇宫就是他当初的住所，他也有被称为阿波罗神的称号，还有战争之神的称号。当时候打下了非常多的土地。凡尔赛宫的正前方这边呢，还有一间皇室的马车博物馆。那我们一路经过了这个花园之后呢，再往前走，这边就是凡尔赛镇的圣母堂。那我们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间圣母堂吧。Thank you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外面在整修的关系，来参观这间圣母堂的人比较少一点，一进来就被他的这个管风琴的音乐给震撼到了。就在整个凡尔赛宫附近的房子呢，看起来也都像是这种宫廷的建设，大概都是看起来有一致性，所以后面的建设呢都盖得像皇宫的建筑一样，全部都是像这样的。我们沿着老街走过来呢，这边这一间就是圣路易大教堂了。那在这边刚好也有一个小市集，感觉比较像是农产品市集。已经逛完了凡尔赛宫了，现在走到它的后花园的这一带呢，前方这边的花园是要另外的买票的，我们是买2日票，它是不包含在这个花园里面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欣赏它的花园了。不过呢，在它的另一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湖，大家都会在这边划船，非常的惬意。那原本呢，在这个花园这边也有一个阿波罗的喷水池，就在那边。这个喷水池已经被拆掉了，不然原本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跟奇美博物馆的那个喷水池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那是1:1的复制品。那我们再绕一下整个这个花园吧。那我们今天的凡尔赛小镇呢，已经差不多的结束了。在这个小镇呢，除了皇宫以外，好像没有其他有名的景点可以带大家参观的。说真的，其实我对于凡尔赛宫呢是有一点小失望，因为在还没有来过法国之前呢，就已经对它的名气非常的响亮，常常听到凡尔赛宫怎样的，但是自己亲身经历来一趟之后，感觉德国啊还是丹麦的皇宫，我觉得都还比较惊艳一点。在凡尔赛宫这边呢，感觉更像就是路易14家族的生活习惯，然后展示他们的照片的那种感觉。可能是我对于画作这块的艺术并没有什么天分吧。
没有感觉到非常的惊艳。虽然说他们的天花板真的是有很多这种巨大的美丽的图画，但在别的皇宫感觉都是大同小异的。这一次的凡尔赛宫，我是觉得有点失望了，还是推荐大家，如果没有看过西方皇宫的，一样是可以来法国的时候体验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在我身后方的这个呢，就在花园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湖泊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在这个湖泊这边做结束咯。